村长悉心养育了我18年，可18年后的今天，我却拿起一桶汽油来到村长家的粮仓，当着全村人的面点燃了熊熊大火。是粮仓，粮仓着火了，大家快救火！所有人立刻就抄起水子、脸盆，一股脑的涌向粮仓。但此刻我却拦住了众人，谁也不准救火！冲在最前面的根生叔猛地刹住脚步，他一脸惊愕地瞪着我。庄13，你疯球了！村长家粮仓里存的是啥？是全村春播的种子，是大家的命，不准救！三娃子，当年你爹妈重病，你忘了是谁号召全村凑钱给你们家救的急？是谁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资助你上学？是李村长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。那你就这么报恩？你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当年你差点成了孤儿，这村里哪家人的饭你没吃过？你吃的村里的百家饭长大，现在成了大老板，开了小轿车，就要回来砸的全村的饭碗吗？丧良心啊！庄13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就在众人的唾沫星子要将我淹没时，李村长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，他抓住我的胳膊。三娃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到底出了啥事儿？跟叔说。我挥舞着铁锹吓退了想要冲过去的几人，然后死死盯着村长的眼睛。村长，你真不知道我为什么烧粮仓吗？这里面肯定是有啥误会，不管你有啥委屈，咱先把火灭了好好说，行不行？闻言，我二话不说，举起铁锹直直地挥向李村长的脑袋，但根生叔眼疾手快地拉开了李村长，让我的铁锹劈了个空。庄13，你他娘的真疯球了，差点出了人命了。三娃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李村长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老婆王秀琴。王秀琴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妇人，但此刻面对村长的视线，她只是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这让一旁的村民疑惑不已。秀琴婶子，平时谁要是说半句村长的不是，你都能追着他骂10里地，怎么现在一句话不说？对啊，现在庄13都差点把村长拍死了，你咋一点反应没有？难道你们……随即他像是被自己的想法恶心到了，猛地摇了摇头。三娃是你看着长大的，论年纪你都能当他娘了。说起来，庄13三天两头给秀琴买金项链、金镯子，不会真的是？现在城里人玩的话，差50多岁的也有呢。听到众人七嘴八舌的诋毁，王秀琴终于忍不住了。别胡说，老娘我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，从没做过出格的事。那你为啥成闷葫芦了？都快闹出人命了！王秀琴急得都快要哭了出来，但她却死死地咬着下唇，一言不发，只是瞪着李村长。我见状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即开口：我把秀琴婶子当干娘一样敬重，绝没有半分龌龊心思。那你倒是说啊，为啥要这么对村长？我没有回答村民的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李村长。为什么今天村里停电了？农村偶尔停个电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见村长没有说出我想要的答案，我再次举起铁锹向他挥去，他被我吓得连连后退。三娃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要是有气，回头再劈我也行，先让大家救火吧。不行，就算村长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，也不该拿全村的生计开玩笑啊！我环视着一张张愤怒和失望的面孔。乡亲们，今天造成的所有损失，我全按市场价10倍赔偿。但是今天这粮仓里的种子不烧成灰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过去。你拿什么赔？那都是我一茬茬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苗子才培育出来的建国良种，外面可买不到。是啊，村长自己培育的种子，年年免费发给大家伙儿种，外面根本没处买。就连我妈也看不过去，上前拉住了我的手。儿子，你要是有苦衷就说出来，咱们大伙一起想办法。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身子，眼睛不由得红了起来，随即向母亲深深举了一躬。妈，儿子不孝，但今天这火我必须看着他烧完。三啊，是不是这种子坏了？你怕大伙儿用了吃亏，这才烧了种子。种子好着呢，昨天村长还带我查验过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是不是村长犯了啥错误？你别给他找补了。话落，我爸就猛地冲了过来，一把将我妈拉开，然后就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当年我们俩重病住院，没人管你，是这家给你端碗热乎饭，那家给你塞个鸡蛋，这才把你喂大的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这么祸害村子，我打死你个忘恩负义的！说完，父亲的拳头就如雨点一般打在了我身上。即便如此，我已经拿着铁锹没有挪动半步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从人群传来：“叔，别打了！”此时，一个身影猛地从人群里冲了过来，随即张开双臂挡在我身前。此人正是村长的儿子李小军。看到这一幕的村民们更加疑惑了。小军，他烧的可是你家的粮仓，是你爹10几年的心血。就是，我们知道你俩关系好，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那也得看看他干的什么事啊！再不救火，万一烧到了主屋，你们家房子都保不住。我家后院当初为了防火，专门挖了一圈水渠，而粮仓是独立的，所以就算它烧光了，也绝对烧不到其他地方。而且13哥的为人，大家都知道，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众人看着李小军坚决的样子，也都犹豫了起来。可这时，李村长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粮仓里还有人呢！这下所有人激动，纷纷要冲进去救人，可我却依旧拦在门口，然后冷冷地盯着李村长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这话彻底激怒了人群，他们一个个都愤怒地看向我。什么叫那又怎么样？那是条人命，不管有什么恩怨，也不能草菅人命啊！此刻李小军也有些动摇了，他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胳膊。13哥，要不我们还是让开吧。李小军，我答应
给你投资的种子公司，要不了多久资金就可以到账了。但今天这伙要是灭了，我就取消所有的投资。李小军浑身一震，眼里尽是纠结之色，最后一咬牙，艰难的开口了：“让13哥烧。”小军，你个损犊子，为了点钱连人都不做了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老子还在这呢，你就做上决定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眼见火势越来越大，都快要烧到屋顶，村长也急了，两腿一弯，竟是直接跪下朝我磕起了头。三娃，算叔求你了，放过全村人吧。这种子要是没了，明年乡亲们吃什么喝什么？叔给你磕头了。不行。这下让一向沉着冷静的张支书都没了耐心，直接掏出了手机就要报警，但他却发现居然没有信号。我见状开口安抚：“张叔，你放心，这信号是我屏蔽的，我的人就在外面守着，只要粮仓烧完，自然有人帮大家报警。”见我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，李村长也站了起来，恨恨地盯着我，随即振臂一挥，大喊：“不能再等了！我就不信他们2个人能拦住我们全村的人！”村民们闻言纷纷冲了过来，眼看场面即将失控，我立马吹了一声口哨，瞬间几十个身着制服的安保人员从院门外鱼贯而入，迅速地组成一道紧密的人墙，将一众村民死死拦住。但此举也彻底激怒了他们。双13，你有能耐了，带了打手回来欺负自己乡亲了是不是？有了几个臭钱就能无法无天，回来烧我们粮仓，还要打人吗？我已经录下来了，等出去就把他发网上去，让所有人看看庄氏集团的董事长是怎么欺负曾经救他命的老百姓的。乡亲们，除了我刚刚说过10倍赔偿损失，我再投资3000万给村里修路修水库，并且每家每户的房子我都出钱翻新，让所有人都住上小洋楼。本来此起彼伏的骂声瞬间就停了，毕竟在这巨大的利益前，这烧掉的种子也不算什么了。而李村长见众人被我打动，他彻底急了，跳着脚大喊：“别以为什么都能用钱解决，就算你什么都能赔，人命呢？人命你拿什么赔？人命确实赔不起，不过自会有人替我赔的。”李村长看着越来越大的火势，心中焦急万分，但面对几十个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组成的人墙，他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种子被燃烧殆尽。就在大火彻底熄灭不久后，警察来了。谁报的警？我。放火的是谁？我。是你纵火，然后现在要自首，对吧？没错。为什么放火？你应该问问他，今天为什么会停电？就因为停电，你就要放火烧了整个村庄的种子。刚刚粮仓里还有人，现在肯定被烧死了。警察一听可能有人死了，脸色顿时严肃了起来，立马让几名警员冲进了废墟进行检查，随即迅速将我控制起来。我没有任何反抗，只是一脸平静地看向村长。如果他还在，今天就不会停电。听到我说的这句话，村长竟然瞬间慌了。等等，警察同志，这场火灾是意外，我不追究了，我签谅解书，我现在就签，你们不要带他走。李建国，你以为这是儿戏吗？这场大火涉及命案，这不是你追不追究的问题。里面没有人，是我刚才为了让大家快救火瞎说的，里面根本没有人。这时进去检查的警员也出来了。报告，初步检查，粮仓内未发现人员。你看，警察同志，我没骗你们，里面真的没有人。此时被牢牢压着的我却追问了一句：确定好好检查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放火的时候看见里面有人？我放火的时候里面没有活人，但我知道里面一定有一个死人，这死去的才是真正的李建国村长，而眼前这个是假的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而李村长像是被抓住了小辫子一般，暴跳如雷。你胡说八道，你这是在咒我死！哎呀啦，你们说句话，我是不是你们儿子？李父李母的脸上全是纠结之色，最后还是缓缓点了点头。这时李小军却猛地冲了过来：他是你们的儿子，但他可不是我爸，我爸已经死了。此刻场中一片哗然，众人都认为李小军是为了投资六亲不认，就连警察也觉得这是利益驱使下的闹剧时，我又开口了：如果李建国村长还活着，今天根本就不会停电。农村停电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正常，因为我们村的发电装置是村长10几年前亲手改装维护的，他每天雷打不动都会去检查一遍，所以只要村长还活着，就绝不会无缘无故全村停电。庄13，你在玩什么推理游戏吗？我今天太忙，忘记去检查了，发电设备出了什么问题也说不定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让警官帮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。警官仔细阅读后，脸色渐渐变得凝重。此时旁边一个小警察好奇地凑过去，念了出来：本设备持续检测佩戴者的生命体征，并持续向接收器发送信号。当检测到佩戴者生命体征消失，即触发接收器连接的相关装置。村民们听得都一脸懵逼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于是我缓缓开口：这事情还要从3个月前说起。3个月前，我休假回村，送给李村长一款我们公司新研发的智能手环，他对这东西很感兴趣。听说这玩意儿能监测人的心跳和血压。李叔，您说的那都是几年前的科技了，现在市面上随便一款都能做到，但我们研发的这款更先进，比如监测到您入睡就能
能自动关灯。李村长听了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，不停地夸着，但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。你说这个设备一旦监测到人死了，就熄灭某一盏灯，这能实现吗？李叔，别说熄灭一盏灯，以现在的技术，就是让全村停电都可以。三娃，你就帮我搞一个这样的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就让全村停电。由于李叔待我极好，所以我直接同意了。回到公司后，我立马就为他定制了一套生命体征监测与联动断电的系统。所以今天全村范围的停电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李建国村长他的生命体征已经消失了，也就是他已经死了。听完我的解释，全场安静，连落叶的声音都能听到。就在此时，假的李村长却突然大笑起来，随后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智能手环。三娃，我确实找你定制过这个东西，但把手环摘下来也能起到生命体征消失的效果。之所以停电，是因为今天丰收节忙，带着碍事，所以我就摘下来了。警察闻言将手环取了过来，拿到我的面前问我：“这是你送李村长的手环吗？”是。众人闻言都松了一口气，但我的下一句话却让众人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这个手环的，但我为李建国村长定制的不是手环，而是假牙。听到我的话，李村长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。此时王秀琴竟疯了一般的扑向了他。李建业，你他妈不是说只要我配合你把今天演过去，他就会平安回来的吗？你不得好死！王秀琴的拳头狠狠地打在李建业身上，警察赶紧上前将他拉开。此刻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说不出来话。过了好一会，还是根生叔先回过神来。我还有一件事没懂，这村长死了，你为啥要烧粮仓啊？这也是村长的一命。原来就在我把那副定制假牙送给李村长的那天，当我要走时，他有些为难地拉住了我。三娃，你以前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偿还我的恩情，这还算数不？当然算数。那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全村停电，就证明我已经死了。我要你第一时间想办法毁掉粮仓里所有的建国粮种，一粒不留。为什么？这可是您一辈子的心血。如果我一辈子的心血最终要被人用来坑害更多的农民，我宁愿他彻底毁掉。李建国村长早年是省里有名的农学专家，在年轻时，他一心扑在实验室，培育出的专利被各大种子公司争相收购。但那些公司用他的专利种子设置了可怕的陷阱，他们的种子一年一年涨价，很多农民为了省点钱，就自己留一些种，但他们卖的时候不说禁止留种，等到收割的时候就去查字留种，一旦发现，就以侵权为由起诉，不仅没收粮食，还索要天价赔偿金。不少农民就这样被他们坑得倾家荡产。知道这些后，李建国悔恨不已，他毅然放弃了专家的身份和高薪，回到家乡培育良种，并专利牢牢握在自己手，然后免费发给乡亲们种植。可就在3个月前，村长被人盯上，并受到了致命的威胁。他怕有人在他死后利用这些他视若生命的种子行骗作恶，所以才让我务必在他死后第一时间毁掉所有种子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威胁他的人是他的双胞胎弟弟。听到我的话，全场的目光都看向了李建业，毕竟这些年来谁都没听过李家还有个二儿子。而此刻李父李母也绷不住，瘫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造孽啊！他不是李建国，我的建国已经被他这个孽子给害死了。本来一直沉默的李建业，此时也抬头看向了李父李母，然后冷笑起来。我是孽子，你们生了我却不养我，直接把我移送了之。你们知道这些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这都是你们欠我的。原来当年李家太穷，怕养不活2个孩子，就把李建业送给了邻县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。可那家人收养了李建业后，没2年就生下自己的儿子。于是李建业受尽了冷眼，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。他靠着投机倒把也赚了不少钱，但他始终痛恨丢弃自己的农民父母，所以他做的生意专坑农民。当他发现哥哥培育的种子更好，严重威胁到他的生意时，他就决定要买走哥哥的专利。可李建国面对他的威逼利诱，就是不松口。就在丰收节当天，他想最后再搏一把，便拿着拟好的专利转让合同，在粮仓里找到了李建国，但他却遭到了李建国的怒斥。你休想，你成天坑害农民，我就算死了都不会帮你，我怎么说也是你弟弟，你宁愿帮那些外人，也不愿意帮我吗？回忆到这里，李建业的表情也逐渐狰狞起来。当时我和他越吵越凶，激动之下，我直接抄起一旁的刀捅了过去，很快他就倒在了地上。我见他没了呼吸，直接锁了门跑了。所以刚才情急之下，你才会脱口而出粮仓里还有人，因为你以为村长的尸体还在里面。可我们在里面搜过了，粮仓里根本没尸体啊！我大概知道在哪了。此时警察也松开了对我的控制，随即我就带着警察和众人再次进入废墟。在一处墙角，我掀开了地上的木板，露出了下面的空间。而我之所以肯定村长在这里，是因为这上面平时都会盖着几袋粮食，但我放火时却看到这块地方是空的。此时警察用强光手电照亮了密室，李建国村长赫然就在里面，他的脸被熏得漆黑，显然是因为大火燃烧的浓烟渗了进来。看到这一幕的李建业竟是大笑起来。庄13，你看看他的样子，说明要他命的不是我那一刀，是你的烟把他熏死的。是啊，不然他为什么不往外跑？肯定是火太大跑不出去，只能往里跑，最后被活活熏死了。要不是你拦着救火，村长可能就不会死。我没有理会众人的指责，只是静静的等待法医的检查结果。没多久，法医就检查好了，口腔和呼吸道很干净，可以确定在起火之前他已经死亡，初步判断死因是失血性休克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闭上了嘴。
随即法医从死者口腔深处还找到了一个被嚼烂了大部分的纸团，打开后还能依稀看到几个字。当李建业看清时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，悲愤地大喊起来：李建国，你有名有利，还有爸妈的爱，你这一辈子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死的都要拉我垫背？你错了，那份合同之所以在村长嘴里，不是因为他要保留证据，而是因为他要销毁证据，他是要把那上面你的签名和指纹都嚼烂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李建业竟直接捂住了耳朵，但我要他一辈子在悔恨中度过，所以我继续开口说道：你说看见村长流血倒地，可后来再进去的时候，地上却没有血，那是因为他是在最后的时刻，一边擦着血迹，一边进密室的，这说明他的心中一直有你这个弟弟啊！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！他说他死了都不会帮我。他歇斯底里的大吼着，最后变成了绝望的痛哭。此刻警方也已经调查完了，由于我纵火的缘故，还是和李建业被一起带了回去。鉴于我放火的动机是善意的，且火势被有效控制在一定范围，并且主动赔偿了损失，最终免于刑事处罚。而李建业还没进行审问就疯了，并且由于李建国的一系列行为导致证据链不完善，所以李建业就被送去了精神病院。李小军也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在我的帮助下研发和推广优良作物品种，并明确允许且指导农民自留种。在我和他的推动下，整个行业风气也慢慢好了起来。